今天呢要讲关于加密货币的监控，对，就是监控，不是监管哦。至于为什么会想讲这件事呢？就是最近有看到有人写说啊，就是目前的状态呢，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状态，然后随时呢可能就会进入一个长达5年时间的寒冬。然后5年时间的寒冬呢，又跟我上一期节目讲到的密西根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有点关系哦。大家还记得我说5年的时候，大家消费者预期通胀是多少吗？2.9%。也就是这个高通胀、高利率的环境呢，可能会维持5年之久哦。跟他讲的5年刚好不谋而合哦。全部看完之后呢，细思极恐啊！但我也没有要吓大家，只是我看到事情，我就会去查一下历史的事件，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哦。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嗨，大家好，我是小韭菜那个，这是一个关于韭菜增长励志翻身的频道，对，和励志又翻身哦。我呢会常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资讯、行情走势或是即时的币圈消息。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风险提示，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把这个9按下就对啦。以下所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先来看昨天的新闻哦，来自于新浪财经，他说美联储发出警告，投资加密货币要做好资产归零的准备。2月11号，美联储理事沃勒警告加密货币是一种投机性资产，没有内在的价值哦。然后相关投资者要有资产归零的准备。然后金融机构呢要肩负提防诈骗的额外责任哦。然后在加州的一场加密货币大会上沃勒表示参与加密货币相关活动的银行面临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反洗钱。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投资这样的资产，那就去吧。而我不会这样做。如果你购买了加密货币资产之后，价格跌至归零，请不要对此感到惊讶，也不要指望纳税人分担你的损失。再来SEC 的主席也表示加密货币公司呢，基本上常不遵守 SEC 的规定嘛，就像前几天的罚款，然后质押呢也没有披露完整的讯息，会让投资者面临很大的风险。然后这件事看起来呢，就一样就是一个放的嘛，对。然后美联储就是尽量的打压加密市场嘛，因为最近很多人把退休金里面的钱拿出来自己去投资，有些人买市场的股票，那有些人可能也投入加密货币，所以他们想要打击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那看起来是一切很正常的事情。这边提到的全部都是监管，但我今天的重点其实是在监控哦。然后呢，我就去查一下监控哦，然后发现在2020年的区块客有写一篇文章哦。那年的6月6号呢，多家媒体报道 ，Coinbase 将旗下的区块链分析软体出售给美国的国税局跟缉毒局，然后允许政府机关分析跟踪不法分子在多个区块链平台上的加密货币流向。这件事传出来之后呢，整个币圈非常的震惊导致一堆的投资者产生一种警觉，害怕自己的个资数据会被乱用。与此同时还有消息指出，发现有大量的比特币流出 Coinbase。然后后面呢 ，Coinbase 回应了我们的分析工具中的数据是根据公开资料整理而成的，其中不包括任何的个资。我们继续看内文哦，他说美国政府呢其实已经监控币圈长达10年以上了。然后尽管呢 Coinbase 一度的出面否认不过有一位致力于加密货币交易所比特币的 ATM 公司提供合规服务的消息人士指出近10年来呢，多个政府单位一直在密切监控所有的中心化交易所和加密货币托管服务的业者。然后他自述到他曾经服务于各个交易所，他说他们其实都参与了这个监控活动，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美国施压嘛，你也没办法拒绝他。然后他们还指出就是美国常常会用 SAR 的名义来监控加密货币的用户。SAR 呢就是可疑交易行为，就很像我们去银行转个50万的大额转账在台湾是这个样子。然后可能中国现在是限额嘛，限额应该更少，然后可能就是你有大额转账就会被去约谈钱怎么来的这种概念。而他们呢，只要超过5000美元的转账全部的托管机关都要依法申报给政府。然后其实不止美国，还包括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其他国家呢，都有在强力监控这些交易，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去知道而已。政府要求的资讯非常的仔细，包括你持有什么币、交易频率、买币的资金来源、在特定时间内赚了多少钱，政府可以完全要求业者提供这些资料。所以我们在中心化交易所的时候，通常都会写一些同意书嘛，那里面可能都有这些内容。而且你的钱一旦从你的中心化交易所传出去，存到那些不管是软钱包或是硬钱包，他们都可以继续追踪这个地址。
然后后面又说到啊，就是有些人常常账户会被锁嘛，这个锁账户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交易所要锁你账号，而是因为你的金流被政府查到有点奇怪，所以他会冻结调查，调查完之后呢，才帮你解封哦。看完这篇之后呢，确定了一件事嘛，就是至少政府的监测数据一定是有的，我们只要透过中心化钱包转过的币，它全部都可以追查后续的流向。然后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史诺登事件啊。那个事件呢，真的有纪录片，很好看，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先来讲讲史诺登是谁哦，他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员哦，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外包技术员。然后他在被通缉之后呢，就躲到了俄罗斯去了。然后在2020年的10月啊，俄罗斯才给了史诺登一个永久居留的权利，也就是他为了这件事抗战了长达7年之久。它里面主要讲呢，就是有一个内部人员去揭秘了美国的某一项计划，叫做临近计划，现在维基百科都查得到。最后呢，再来做一个总结啦，先讲一下临近计划，它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一个监视监听的计划，它能够及时的对所有的通讯软体进行深度的监听。然后包括美国公民，他如果在国外啊，他如果在台湾，一样可以监听，这真的很可怕哦。这个文件呢，其实要在2038年才会解密哦，所以其实我们本来现在不会知道这件事啊，现在才2023嘛。然后但是呢，2013的5月呢，史诺登呢就用癫痫为理由，然后申请暂时停职，然后飞到香港，然后被卫报采访。史诺登的身份呢，是出于他本人请求，所以才被公布出来的。他说他不想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表示自己也钦佩泄露五角大厦秘密档案的丹尼尔，然后还有泄露给维基解密的布拉德利。然后同时啊，他精心挑选了外泄的档案，确保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材料。许多材料才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他没有泄露，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他最后的目的哦。看了那么多，总结一下，那时候会想这件事的原因呢，就是在想到底有什么样的监测。后来发现美国可能从很久以前就已经监测大家所有的数据了，所以所有的资料他们都有。然后再来呢，最近因为太多退休金可能进入这个市场，美国可能不乐见。因为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可能希望钱去投资在实体经济或是实体的消费，不要进入加密货币市场。所以美国接下来监管的方向就非常的重要，这个就要持续关注他们政府接下来怎么做。然后那时候呢，史诺登被采访的时候有讲过一句话，他说就算比特币被毁灭了，区块链的行业还是会存在的。好，最后再提一下盘面啦，盘面目前就是觉得暂时稳在这里了，可是真的要有动作呢，应该是礼拜天晚上的时候，通常那时候波动比较大哦，所以我们就晚上再来看看啦。然后这一切呢，其实我就只是跟大家说，就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角度啦。然后我自己也是喜欢思考这些事情，因为这没有正确答案，大家都是在猜，在真的落地之前呢，没人知道，所以我们就边走边看吧。我们下期见，拜拜。